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手机屏幕上的消息像一把利刃，瞬间撕裂了陈若曦内心最后一丝期待。我们分手吧，你太作了，我受不了。短短12个字，却重如千钧。窗外的雨声渐大，滴答声与他急促的心跳交织成一曲悲凉的序章。他望向落地窗外那座熟悉的写字楼，霓虹灯在雨夜中闪烁着冷光，仿佛在嘲笑着什么。陈若曦苦涩地笑了：“徐宇豪啊，徐宇豪，你可知道你刚进入的那家公司，招牌上印着的陈氏集团4个大字，姓的正是我的姓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个月前，春意正浓的4月，陈若曦还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。咖啡厅里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，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徐宇豪推门而入，脸上挂着他熟悉的温暖笑容。对不起，路上堵车了。他在他对面坐下，伸手握住他的手。没等太久吧，才5分钟而已。陈若曦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你昨晚的面试怎么样？徐宇豪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。特别好，那家公司的规模比我想象中还要大，光是大厦就有38层。面试官说我的专业能力很符合他们的要求，估计下周就能收到通知。是哪家公司啊？陈若曦漫不经心地问道，手指轻抚着咖啡杯的边缘。陈氏集团，做金融投资的，听说老板很年轻，而且公司发展特别快。徐宇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向往。如果能进去，我们的未来就有保障了。陈若曦的手微微一颤，咖啡杯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，他努力保持着脸上的笑容，心中却翻起了惊涛骇浪。陈氏集团，那是他父亲陈建平一手创立的公司，而他正是这家公司未来的继承人。怎么了？徐宇豪注意到他的异常，关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只是替你高兴。陈若曦强作镇定地说道。不过，万一没成功也没关系，机会还有很多。徐宇豪握紧他的手，眼神坚定。一定会成功的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必须成功。那一刻，陈若曦的心情复杂极了，她既为男友的上进心感到骄傲，又为自己隐瞒身份的行为感到不安。2年前，他们在大学里相识相恋时，他就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他渴望一份纯粹的爱情，不掺杂任何物质因素的考量。咖啡厅里的背景音乐轻柔地流淌着，他望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心中暗暗决定，等他工作稳定了，他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坦白一切。回到家中，陈若曦坐在梳妆台前，望着镜中的自己。23岁的她有着清秀的容颜，眼中却藏着与年龄不符的深沉。她拿起手机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爸，公司最近招人吗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公司的事了？陈建平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带着一丝疑惑。你不是说要等毕业后再进公司吗？不是我，是我朋友。陈若曦撒了个小谎，他是学金融的，专业能力很强。那让他投简历吧，如果真的优秀，我们会考虑的。挂断电话后，陈若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她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事情变得复杂，但她无法抑制内心想要帮助心爱之人的冲动。1周后，徐宇豪果然收到了陈氏集团的录用通知。若曦，我成功了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。
他们不仅录用了我，还给了我不错的薪资待遇。陈若曦坐在学校图书馆里，周围是埋头苦读的同学们。她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恭喜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吧，我请你吃大餐。”徐宇豪的声音里满含喜悦。好啊。陈若曦合上面前的专业书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去了市中心一家颇有格调的西餐厅，烛光摇曳。徐宇豪穿着刚买的深蓝色衬衫，整个人都焕发着自信的光彩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他举起酒杯，眼中闪烁着星光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陈若曦轻触他的酒杯，红酒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用餐过程中，徐宇豪兴奋地描述着公司的环境和他即将从事的工作。他的眼神专注而认真，说话时手势生动，完全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模样。公司的办公环境特别好，我的办公桌就在落地窗边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。他切着牛排，动作优雅，而且同事们都很专业。我觉得能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陈若曦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他喜欢看他这样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这让他想起刚认识他时的情景。那时的他也是这样，眼中有光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热情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毕业？徐宇豪突然问道。还有2个月，陈若曦回答道。我已经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了。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陈若曦沉默了片刻。他知道父亲希望他直接进入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逐步了解家族企业的运营。但他也考虑过去其他公司闯荡，或者继续深造，还没完全想好。他如实回答，可能先工作一段时间，积累点经验。徐宇豪放下刀叉，认真地看着他。若曦，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点早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是认真的。等我在公司站稳脚跟，我们就结婚吧。那一刻，陈若曦感觉心跳几乎停止了。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仿佛也变得遥远而模糊，只有他的话语在他耳边回响。你确定吗？他轻声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当然确定。徐宇豪伸手握住他的手。我爱你，想要和你共度一生。虽然现在我还不能给你最好的生活，但我会努力的。陈若曦望着他真诚的眼睛，心中的愧疚感愈发强烈。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而他却对他如此真诚。这种不平等让他感到不安，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也爱你。他最终只说了这一句，却包含了他全部的情感。回到宿舍后，陈若曦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出神。室友已经熟睡，宿舍里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。他拿起手机，翻看着和徐宇豪的聊天记录，每一条消息都让他感受到他对他的爱意。他开始思考，是否应该趁早告诉他真相，但随即又担心，如果他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？他会不会觉得他一直在欺骗他？更糟糕的是，他会不会认为他是在施舍他这份工作？这些问题像夜色中的幽灵，在他心中盘旋不散。徐宇豪正式入职后的第1个月，陈若曦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变化。公司的工作强度比我想象中要大。他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餐厅里用晚餐时，徐宇豪揉着太阳穴，脸上带着疲惫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能快速成长。陈若曦心疼地看着他，那你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没事，年轻人嘛，多吃点苦是应该的。徐宇豪勉强笑了笑，
但陈若曦注意到他的笑容不如以前那般自然。接下来的几次约会中，徐宇豪总是显得心不在焉。他会在用餐时突然掏出手机查看工作邮件，会在看电影时因为一个电话而提前离开。这些细微的变化让陈若曦开始感到不安。更让他担心的是，徐宇豪开始变得敏感起来。若曦，你觉得我们之间会不会差距太大？某个周末的下午，他们在公园里散步时，徐宇豪突然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陈若曦心中一紧，难道他察觉到了什么？你看，你从小生活条件就比我好，上的是私立大学，穿的用的都是名牌，而我只是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。徐宇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卑。现在虽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，但要真正在这个城市立足，还需要很长时间。陈若曦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了一下。她从未想过自己无意中显露的生活细节会给她带来压力。她急忙解释道：“宇豪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差距。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徐宇豪望着远处的湖水，但现实就是现实。有时候我在公司里看到那些成功人士，心里就会想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？陈若曦想要安慰他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如果此时告诉他真相，可能会让他感到更大的压力和挫败感。那天晚上，陈若曦失眠了。她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，做生意要懂得人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底线，有时候好心也可能办坏事。她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隐瞒不仅是对徐宇豪的欺骗，更可能成为伤害他自尊心的利刃。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得复杂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徐宇豪在公司里的表现却很出色。陈若曦通过父亲了解到，他工作认真负责，专业能力突出，已经开始参与一些重要项目。那个叫徐宇豪的小伙子不错。父亲在一次家庭聚餐时提到，有冲劲，也有想法，是个可塑之才，是吗？陈若曦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不过这孩子好像压力挺大的，总是加班到很晚。母亲刘雅琴在一旁说道：“年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。”陈若曦的心又紧了一下。她知道徐宇豪的性格，一旦认定了目标，就会全力以赴，甚至有些偏执。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是优点，但在感情上可能会成为负担。接下来的一周，徐宇豪连续3次爽约，第一次是因为临时会议，第二次是因为要赶一个项目报告，第3次是因为要陪客户应酬。对不起，若曦，我真的很忙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疲惫而愧疚。等这个项目结束了，我一定好好陪你。我理解的。陈若曦坐在宿舍里，望着窗外的夜景。工作要紧。但他的理解并没有让情况好转。徐宇豪似乎越来越沉浸在工作中，而他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。更让陈若曦担心的是，他开始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一种变化，他变得更加现实，也更加功利。公司里的竞争很激烈。某次难得的通话中，徐宇豪说道：“每个人都想往上爬，我也不能落后，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”陈若曦担忧地说道：“照顾好自己是为了更好的奋斗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硬。若曦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现在是我事业的关键期。那一刻，陈若曦感到了一种陌生感。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他深爱的徐宇豪吗？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，陈若曦正式从大学毕业。
他原本期待着能和徐宇豪一起庆祝这个重要时刻，但他却因为一个紧急项目无法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对不起，若曦，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，关系到我在公司的前途。电话里，徐宇豪的声音充满歉意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没关系，工作重要。陈若曦强忍着失落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。毕业典礼上，看着其他同学都有家人或恋人陪伴，陈若曦心中涌起一阵孤独感。她想起刚恋爱时，徐宇豪曾经说过要陪她度过每一个重要时刻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承诺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典礼结束后，陈若曦独自走在校园里，夕阳西下，金桂飘香。这是她在这个校园里的最后一个黄昏，却没有想象中的眷恋，只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感。当晚，徐宇豪终于抽空来看她，但只待了不到1个小时就匆匆离开。项目明天要汇报，我今晚还得修改方案。他在门口拥抱她时说道，等忙过这阵子，我们找时间好好聊聊。陈若曦点点头，但心中却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她开始意识到，工作对徐宇豪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，更像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，而这种证明的欲望正在慢慢吞噬他们的感情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徐宇豪开始对陈若曦的一些行为表现出不满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买这些奢侈品？看到陈若曦新买的包包时，他皱起了眉头。虽然你家条件好，但也要学会节制。这个包包不算很贵。陈若曦有些委屈地说道，对你来说不贵，对我来说就是天价。徐宇豪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。你知道我1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吗？这样的争吵开始变得频繁。徐宇豪似乎对陈若曦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满，他开始批评她的消费观念，质疑她对现实的认知。你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，根本不知道赚钱有多难。某次争吵中，他激动地说道，我每天在公司里拼死拼活，就是希望将来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但你却一点都不珍惜。我什么时候不珍惜了？陈若曦感到既委屈又愤怒。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。没有要求。徐宇豪冷笑一声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无声地要求着什么。你用的化妆品，穿的衣服，去的餐厅，哪一样不是在提醒我们之间的差距？那一刻，陈若曦彻底愣住了。她从未想过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会给心爱的人带来如此大的压力。她想要解释，想要告诉他真相，但看到他眼中的愤怒和痛苦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争吵的结果是不欢而散。徐宇豪摔门而出，留下陈若曦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流泪。那天夜里，陈若曦给父亲打了电话，爸，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卑而变得敏感，应该怎么办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陈建平的声音传来，若曦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没有，只是随便问问。陈若曦不想让父亲担心，自卑往往来自于内心的不安全感。父亲缓缓说道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配不上某样东西时，他会选择逃避或者攻击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坦诚相待，让他知道你的真心。挂断电话后，陈若曦思考了很久，她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隐瞒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他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。他决定找个机会向徐宇豪坦白一切，哪怕面临分手的风险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就在陈若曦鼓起勇气准备坦白的前一天，
徐宇豪主动找到了他。咖啡厅里，他坐在他对面，神情严肃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但此时的氛围却截然不同。若曦，我们需要谈谈。徐宇豪的声音低沉而疲惫，眼中带着他从未见过的陌生感。好。陈若曦的心跳开始加速，她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最近我想了很多。徐宇豪望着窗外，避开他的目光。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。陈若曦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她努力保持冷静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差距太大了。徐宇豪转过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痛苦。你生活在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世界里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这种差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宇豪，你听我说。陈若曦急切地想要解释，但被他打断了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徐宇豪的声音变得冷硬。你可能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有趣，就像是体验不同的生活，但对我来说，这种关系让我感到窒息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陈若曦感到心如刀绞。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出身或者财富。爱。徐宇豪苦笑一声。若曦，你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吗？真正的爱是平等的，是互相理解的，但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平等。你施舍给我的理解和宽容，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卑微。陈若曦的眼泪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下掉。她想要告诉他，她从未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她隐瞒身份，正是为了追求平等的爱情。但徐宇豪的话像一道无形的墙，将他的解释隔在外面。我最近在公司里见识了很多，徐宇豪继续说道。我看到那些真正成功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证明给谁看？陈若曦哽咽着问道。证明给所有人看，包括你。徐宇豪站起身来。若曦，我们分手吧。等有一天我真正成功了，如果你还愿意，我们再重新开始。不，宇豪，你听我说。陈若曦也站起来，想要拉住他的手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但徐宇豪已经转身离开，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咖啡厅里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若曦多次尝试联系徐宇豪，但他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就是冷淡的回应几句就挂断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。小姐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家里的阿姨看到他憔悴的样子，关切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只是有点累。陈若曦强颜欢笑，但她的状态瞒不过细心的母亲。那天晚上，刘雅琴坐在她床边，轻抚着她的头发。若曦，妈妈知道你在为感情的事烦恼。母亲的声音温柔而慈爱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。在母亲的温暖怀抱中，陈若曦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她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整个故事，包括她的隐瞒、徐宇豪的变化，以及最终的分手。傻孩子，母亲轻叹一声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真相呢？我怕他知道后会变得不一样。陈若曦抽泣着说道。我只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。纯粹的爱情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。母亲摇摇头，你的隐瞒虽然出于好意，但确实伤害了他的自尊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陈若曦茫然地问道。给他一些时间，也给自己一些时间。母亲安慰道。如果这份感情真的有意义，他总会明白的。然而，时间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，反而让陈若曦看到了徐宇豪更加陌生的一面。分手后的第2周，
陈若曦从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徐宇豪的消息，你男朋友最近在公司里表现得很激进呢。大学同学许梦琪在电话里说道，我有个朋友在陈氏集团工作，说他为了一个项目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。陈若曦的心一紧，争吵？为什么？好像是因为项目分配的问题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更重要的部分，但领导安排给了别人。许梦琪的声音里带着八卦的兴奋，听说他当场就发火了，说什么我不比任何人差之类的话。挂断电话后，陈若曦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她了解徐宇豪的性格，他平时温和内敛，很少与人发生冲突，如今这样的变化让他既心疼又担忧。几天后，更让他震惊的消息传来，若曦，你那个前男友最近有点奇怪。这次是另一个朋友韩子涵打来电话，我昨天在商场里碰到他，他居然主动炫耀自己的工作，还说什么现在的女孩子都太现实。陈若曦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，他还说了什么？说的挺难听的，什么有些人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其实也不过如此。韩子涵压低声音，若曦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不合适而已。陈若曦不想让朋友担心，匆匆挂断了电话，但他的心却无法平静。徐宇豪的这些话显然是在影射他，这让他感到既愤怒又伤心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分手后的他会变得如此刻薄。事情在1个月后达到了顶点，陈若曦接到了徐宇豪的电话，这是他们分手后的第一次主动联系。若曦，我想见你一面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好。陈若曦的心跳加速，她以为他想要挽回这段感情。他们约在了市中心的一家茶馆。当徐宇豪推门而入时，陈若曦几乎认不出他了。他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戴着名牌手表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气质，冷漠而高傲。你来了。他在他对面坐下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和陌生人说话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陈若曦强忍着心中的不安问道。徐宇豪点了一壶茶，然后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我想跟你说声谢谢。谢什么？陈若曦有些困惑。谢谢你让我看清了现实。徐宇豪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分手后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你说的对。爱情确实需要物质基础。陈若曦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你没有明说，但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徐宇豪倒了一杯茶，动作优雅而疏离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naive的穷小子了。他开始炫耀自己最近的成就。参与的项目获得了公司高层的认可，薪资得到了大幅提升，还有可能被派到国外分公司工作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，就必须变得强大。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陌生的光芒。感谢你教会了我这一点。陈若曦听着这些话，感觉心如刀割。眼前的这个人还是他曾经深爱的徐宇豪吗？那个温柔体贴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男孩去哪里了？宇豪，你变了。他轻声说道。是的，我变了。徐宇豪承认道。我变得更现实，更理智，这样不好吗？但你快乐吗？陈若曦问出了心中最想问的问题。徐宇豪的表情瞬间僵住了。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漠。快乐是奢侈品，我现在追求的是成功。那天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，他们甚至没有好好告别。看着徐宇豪离开的背影，陈若曦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。
他意识到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恋人，更是一个他曾经深爱的人的灵魂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陈若曦强迫自己投入到工作中。父亲安排他进入公司的市场部，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了解人心。父亲在办公室里对他说道：“只有真正理解了客户的需求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。”陈若曦认真地学习着，试图用工作来填补心中的空虚。但每当在公司里看到那些熟悉的走廊和办公室时，他都会想起徐宇豪。他就在这栋楼里的某个地方工作，但他们却再也没有见过面。陈小姐，您知道投资部的徐宇豪吗？一天，市场部的同事何雨薇在茶水间里小声问道。陈若曦的手一抖，差点打翻了咖啡杯。怎么了？他最近好像有点奇怪。何雨薇四下看了看，确认没人后，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他为了争取一个项目，不惜得罪了好几个同事，大家都觉得他变得太功利了，而且他还经常在公司里说一些奇怪的话，什么女人都是现实的，感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。”何雨薇摇摇头，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陈若曦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痛，她没想到分手对徐宇豪的打击会如此之大，让他变得如此偏激。那天晚上，他在父亲的书房里找到了徐宇豪的工作报告。作为公司的继承人，他有权查看所有员工的资料。报告显示，徐宇豪的工作能力确实出色，但他的人际关系评分却在持续下降。几个项目合作伙伴都对他的工作态度提出了意见，认为他太过激进，缺乏团队合作精神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陈若曦自言自语道。他开始思考是否应该主动做些什么。也许他应该通过父亲的关系，暗中帮助徐宇豪调整工作状态。但理智告诉他，这样做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。若曦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前男友好像在追求公司里的一个女同事。许梦琪在电话里兴奋地说道。听说那个女孩家里条件特别好，父亲是某个大公司的高管。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敲击在陈若曦的心上。他没想到徐宇豪会这么快就开始新的感情，更没想到他选择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家境优越的女孩。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陈若曦强忍着心痛问道。还不清楚，但听说那个女孩对他印象不错。许梦琪顿了顿。若曦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。陈若曦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松。既然分手了，他有新的开始也是好事。但挂断电话后，陈若曦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。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分手的事实，但徐宇豪的这个选择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他真的变了，变成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。那个曾经对他说爱情不应该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男孩已经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于算计、追求利益的陌生人。这一夜，陈若曦彻夜未眠，她望着窗外的城市灯火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，也开始思考这段感情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彻底放下这段过去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但命运似乎不想让她如愿。就在她准备忘记徐宇豪的时候，他再次闯入了他的生活，而这一次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。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，陈若曦刚刚结束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，
他走在公司大厅里，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我告诉你，女人都是现实的动物，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清高的千金小姐。陈若曦的脚步停住了，她循声望去，看到徐宇豪正在和几个同事聊天，他的声音比以前更加尖锐，脸上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刻薄表情。徐哥，你是不是被哪个女孩伤过啊？一个年轻的同事开玩笑道。伤？徐宇豪冷笑一声，是他们太作了，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懂，还要装出很有品味的样子，花着家里的钱买奢侈品，然后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陈若曦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她知道徐宇豪说的就是他，那些刻薄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已经看透了。徐宇豪继续说道，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成功，就不能被感情绑架，现实一点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和事，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那徐哥现在有目标了吗？另一个同事好奇地问。有啊，投资部的赵雨薇，人长得漂亮，家里条件也不错，最重要的是他父亲在金融圈有很多人脉。徐宇豪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，和这样的女孩在一起，对我的事业发展很有帮助。听到这里，陈若曦再也无法忍受，转身快步走向电梯，但徐宇豪的声音还在身后响起：感情这种东西太不靠谱了，还是实际利益比较重要。我以前就是太傻太天真，居然相信什么纯真的爱情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陈若曦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她没想到徐宇豪会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来形容他们曾经的感情，更没想到他会把她描述成一个势利而无知的女孩。回到办公室，陈若曦努力调整情绪，但同事们都注意到了她的异常。陈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何雨薇关切地问道。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陈若曦勉强笑了笑，但她的心情并没有好转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她总是会在公司里碰到徐宇豪和赵雨薇在一起的身影，看着他们亲密的互动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。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，徐宇豪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曾经的美好回忆，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他对赵雨薇殷勤备至，经常在公司里大声讲述他们的约会经历，仿佛在故意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新恋情。徐宇豪最近确实变了很多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在家里提起这件事，他的工作能力很强，但性格变得太功利了。这样的人虽然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，但长远来看并不是好事。为什么？陈若曦明知故问。做生意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，更需要人品和格局。父亲放下报纸，认真地说道：一个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人，很难获得别人的真心信任。陈若曦默默点头，心中却涌起一阵悲伤。她想起刚认识徐宇豪时，他是多么的纯真和善良，是什么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是他的隐瞒，还是社会的现实？就在他以为情况不会再恶化的时候，更大的打击来了。那天下午，陈若曦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看到了徐宇豪和赵雨薇，他本想避开，但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宇豪，我听同事们说你以前有个女朋友。赵雨薇好奇地问道。是有过一个。徐宇豪的语气很平淡，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。不过那个女孩太作了，整天无理取闹，而且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工作压力，只会花钱买些没用的东西。陈若曦握着咖啡杯的手开始颤抖，
那你们是怎么分手的？赵雨薇继续问道。我主动提的分手。徐宇豪毫不犹豫地说道。我实在受不了他的做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他那种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，根本不知道生活的不易。最关键的是，我发现他一直在欺骗我，隐瞒他的真实身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家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，但他却一直装作普通人的样子。这种欺骗让我感到非常愤怒。听到这句话，陈若曦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他知道徐宇豪发现了他的身份，但他没想到他会用欺骗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隐瞒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徐宇豪竟然不知道陈氏集团就是他家的公司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陈若曦坐在落地窗前，望着窗外那座熟悉的写字楼，手机屏幕上徐宇豪发来的分手信息依然刺眼。他苦笑着摇摇头，想起刚才在公司里听到的消息，徐宇豪因为和同事的冲突被人事部约谈。他在会议上情绪激动，对着部门主管大发雷霆，说什么公司里都是靠关系上位的人，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得不到重视。更荒谬的是，他还在众人面前宣称，我绝对不会靠任何人的关系来获得成功，我要凭借自己的实力证明一切。陈若曦想象着当时的场景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他拿起手机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回复了一条消息：好，我们分手。但宇豪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看清过你，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你高贵。发送后，他又补充了一条，还有，陈氏集团的陈是我的姓。消息发出后，陈若曦关掉了手机，走到阳台上，夜风吹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他望着城市的灯火，心中既有解脱的轻松，也有深深的遗憾。他想象着徐宇豪看到消息后的表情，会是震惊、愤怒，还是不敢置信？也许他永远不会明白，他隐瞒身份并不是为了欺骗他，而是为了保护他们之间那份纯真的感情。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他的感激或者依赖，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爱。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徐宇豪已经变成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一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人，一个把感情当作交易的人。第二天，陈若曦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在电梯里，他听到同事们在议论昨天的事情。听说徐宇豪昨晚连夜递交了辞职信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觉得在这里发展不好吧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昨天的事情觉得丢脸了。电梯门打开，陈若曦走出电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徐宇豪一定是看到了他的消息，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也许他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，也许他正在为错失的机会而后悔，但这些都与他无关了。几个月后，陈若曦听说徐宇豪去了另一家小公司，薪资待遇远不如陈氏集团。也有人说他和赵雨薇分手了，因为赵雨薇的父亲不看好他的前途。但陈若曦已经不想再关注这些消息了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。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想起那个曾经温柔体贴的徐宇豪，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，有些人注定是过客，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教会我们一些道理，感恩那些美好的回忆，然后勇敢地向前走。1年后的某个下午，陈若曦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里偶然看到了徐宇豪。
他穿着普通的衬衫，神情憔悴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。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徐宇豪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，震惊、愧疚、悔恨，还有一丝不敢置信。陈若曦对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然后平静地走过他身边。他没有停留，没有交谈，更没有回头，因为他知道，有些错误是无法挽回的，有些人一旦失去就不会再回来。徐宇豪选择了用自己的偏见和傲慢来诠释爱情，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他，更是他自己最珍贵的品质。走出咖啡店的那一刻，陈若曦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她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放下不是遗忘，而是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拥抱未来。夕阳西下，他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很长，但他的步伐坚定而轻盈。他知道，属于他的幸福还在前方等待着，而那个曾经深爱过的少年，已经成为了他青春记忆中的一个符号，既珍贵又遥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